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62天雨夜坚守，我眼中的诚意如何让谢怀安从史书里活过来？雨幕中的青山剑客将盛唐风云凝于眉间。当我在横店片场第一次见到诚意的谢怀安扮相时，忽然理解了什么叫风骨天成。这个在2024年寒冬开机、跨越惊蛰时节方才杀青的剧组，用62个昼夜为我们烹制了一席视听盛宴。而作为全程跟组的记者，我有幸见证了演员与角色之间最动人的相互成全。凌晨3点的影视城还浸在浓墨般的夜色里，诚意的房车却早已亮起暖黄灯光。我曾好奇询问化妆师，每天3小时造型不煎熬吗？他指着刚完成的发髻给我看，金丝冠里垫着6层软绸，可他总嫌不够贴合人物。后来在监视器里看到谢怀安转身时发光流苏的震颤幅度，才惊觉那些被发饰压出的红痕，早化作角色灵魂的注脚。最让我震撼的是某场雪夜朝堂戏。剧本原定的台词交锋被诚意临时改作玉户坠的脆响象牙护板应声碎裂的瞬间，这个虚构的唐代谋臣突然有了血肉。导演盯着回放喃喃：我们找的不是演员，是谢怀安本尊。后来诚意私下解释，开拍前3个月他每天握着仿制玉户练习仪态，某次失手摔碎道具时突然顿悟，权谋场中的文人风骨不正是这种易碎却坚韧的矛盾吗？每当收工时分，影视城12号门外总会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粉丝们别出心裁地用火漆信笺替代常规应援，信封上谢府密函的字样与剧组布景浑然天成。杀青那晚，我亲眼见诚意拾起几封被夜风吹散的信件。第2天，他的助理悄悄告诉我，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被收进专门的檀木匣，和谢怀安的配件道具放在一处。在整理服化道资料时，服装指导给我看了件特殊的青衫，7层不同质地的布料叠出云雾般的垂坠感，内衬还绣着玄机图残谱。程老师主动建议在袖口做磨损处理，指导老师抚过衣料上的褶皱。他说谢怀安该是那种会反复摩挲书卷的人。这种对角色的沉浸式揣摩，让我想起某次采访中他说的话：好角色就像茶，要拿体温去煨才有回甘。当最后一块场记板在3月桃雨中落下，我望着诚意站在谢府门前行衣里的身影，突然觉得这场盛唐旧梦从未消散。那些被精心埋藏的36处历史隐喻，28个剧情反转，连同衣袖间的茶香墨痕，终将在荧屏亮起时，带我们重返那个智谋与风骨交织的长安。而作为见证者，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壶用62个日夜慢火细烹的茶，注定会惊艳整个2025年的春天。